现在的场景正是众人抓緊時間搶救四大將軍廉頗古墓。在安徽的一次考古發掘之中，專家們挖出了戰國四大名將之一的廉頗墓。確定身份之後，專家奇怪地發現，棺材內部竟然神奇地飄着一些棗子。那麼，為何古墓深埋上百年還有未腐的棗子呢？棗子，那就是棗子了。經過進一步的清理之後，出現了一把類似長矛的兵器展現在世人眼前。在相關研究當中，甚至讓專家懷疑《史記》等歷史書的真實性，因為在書上記載着廉頗使用的武器是長刀。那麼這把長矛是怎麼一回事？隨後一塊木牌的發現，更是引發了現場的一片轟動。那麼這塊木牌上到底記載了什麼？有用的價值，竟然讓研究人員出現巨大爭議。在我們熟知的歷史書上是這樣描述廉頗的，所描寫的關於廉頗的一切是不是正確的呢？在打開這座廉頗的墓之前，首先在挖掘過程中，專家們發現了一張被泥土掩蓋的席子。在國內歷來的考古活動中就沒有這種例子，特別是在進一步的清理之後，專家居然發現這塊經歷2000年的席子還保存得十分完好。但是如何分離席子和棺蓋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如果貿然拉扯，可能這塊珍貴的席子會支離破碎。於是在進行了分割之後，棺蓋暴露出來，隨後再繼續的清理下，一塊棺椁上面，考古人員發現了一些雕刻精美的圖案。原本在沒有確定墓主人身份的情況下，首先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座戰國時期的墓葬，並且能使用這種圖案的人物，首先是對國家有着重大貢獻，其次墓主人的身份也是相當顯赫的。在清理完淤泥之後，專家們發現這座棺材規模巨大，於是考古隊準備從邊側下手。打開蓋板之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潭清水，並且水中還有圓球形的漂浮物。在隨後的檢測中，發現這些球狀物居然是2000年之前的大棗，這讓相關的考古隊嘖嘖稱奇。畢竟無論是馬王堆還是樓蘭，都沒有過如此的先例。在進一步的抽取完棺液之後，專家們發現墓主人骨骼保存完整，並且棺材裡面的陪葬品一點點的出現。首先在棺材裡面堆積了大量的瓷器，這些瓷器粘合疊加在一起，並且在瓷器的下面還有不少的陪葬物品。首先就是一條黑色長凳，在長凳下方還有一個馬蹄蓮。由此專家們認定，這位墓主人在平時是十分注重自身打扮的，因為這些東西在古代都是相關的梳妝品。但是在棺材板裡面也有一部分讓專家不認識的隨葬品，就比如一個黑色長條狀帶虎頭的彎鈎，現場一時半會誰都摸不着頭腦。不過隨着考古的發現，又出現了一模一樣的3個條狀物品，並且這4根條狀物品應該可以組合在一塊。經過現場的拼接和工作人員的推斷，果然這4根條狀物品拼接在一塊。根據相關的史書記載，這應該是一個擺放兵器的架子。很快那塊木牌的解讀也讓大家吃了一驚，原來這是一封介紹墓主人以及閻王告地書。那麼什麼是閻王告地書？在中國的古代一直有着視死如生的傳統，在陽間出行需要出行文書，同樣古人認為人去世後在陰間同樣需要給當地的長官看遷徙文書。生和死在古代人看來是一次比較意義重大的遷徙活動，那麼和在陽間一樣，自然也需要介紹信。於是相關的告地書就出現了，並且這種的告地書裡面，墓主人還會介紹完自己的一些情況，特別是在生前擁有過一定爵位和官位的墓主人，都會在相關的告地書裡面詳細描寫自己在官場上面的從業經歷。在去世之後，這些人還會想着到下面去多帶一點相關的僕從和錢財，為的是自己可以在下面繼續享受陽間類似的官位。因此也就有了所謂的毛遂自薦。
這就印證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在廉頗的棺木中發現3塊木板，這些木板上的文字就是詳細介紹廉頗生前所做的贡獻和自己应有的才华。從這個想法來看，帶着這些告地書陪葬的，生前可能都是所謂的官迷。隨着繼續的清理，很快一個驚人的發現就出現在眾人的眼前，因為大家都知道，廉颇是戰國時期的4大名将之一。作為職業性質來說，廉颇應該是會帶着自己生前所使用，可能也是自己最鍾愛的兵器下葬吧。特別是之前兵器架子的出現，更是印證了相關的推測。於是，在清理中，考古人員在棺材的底部發現了一把环手刀。即使在经過2000多年之後，這把刀看上去依舊寒光四射，但是对於出土的這把武器，在場的人又多了一點懷疑。因為在歷史書的記載裡面，廉頗所使用的兵器是長矛，因此結合了相關的身份信息牌和现场的武器之後，考古人員對於這座墓的具體信息已經有了基本的確認。首先，根據告地書來看，這座墓葬的主人是廉頗沒錯，並且相關的陪葬品的奢侈度也進一步的作證了這座墓的墓主人個人身份是非富即貴的，並且相關的紋飾也的確符合廉頗所在的年代對於環手刀的出現和歷史記載的不符，可能這把環手刀是廉頗的貼身之物，和戰場上所使用的武器的確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樣，通過各式各樣的考古發掘和相關文物的出現，後世的人可以通過上面的信息來研究諸多史料中的正確之處以及不對的地方。這種的驚喜感也讓原本可能就是相當乏味的考古工作多了許多的成就感和趣味性。